今天挑在人最多的禮拜六，我現在是有點喘，你知道嗎？那個排一個 W 真的是太誇張了。它的蚵仔煎裡面每一顆蚵仔都是不一嫩的。我身為一個煲湯之鬼，我必須給予這個湯蠻高的評價。這個夜市真的很大，我真的只恨自己胃不夠大。我們今天來了金城夜市。高山雅金。這個金城夜市呢，據說是彰化這邊最大、攤位數最多的夜市，而且呢，它每周就是營業禮拜3到禮拜天，營業數算是比較多的夜市啊。我們今天挑在人最多的禮拜六，我現在是有點喘，你知道嗎？還好，我們已經停到車了，有什麼好怕的？我怕每一個攤位都要排隊啊，這樣我就會覺得有點生氣。我已經想要玩碰碰車了。那我們就話不多說，帶大家直接逛夜市嘍。高山雅金。一盤50，幾水20。它已經被對面那個環貝是水煮的環貝嗎？看起來不錯啊。它這樣子一盤50，感覺不錯，要不要？要不要買一盤回去吃啊？一盤50，哪裡50啊？這樣子一盤100啊，一盤幾水20啊？幾水20。我以前在逛家樂福夜市的時候，我最喜歡的就是買那個門口的那個水煮環貝，你還記得？它還會沾鹽水，而且他每次那個阿姨都會，比如說你買3隻50，他會再多夾個2個小隻的給你這樣。你知道我們人就是貪小便宜，我就會有一種賺到的感覺。對，會被那個一小揪給吸引到，然後下次就會又要去買。下一次呢沒有付給他，他就會有點。不會啊，都會啦。但是現在好像沒有在賣了，還是怎麼樣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久沒去家樂福夜市。我們下次就換去家樂福夜市。好。你知道為什麼這個夜市叫高山雅七嗎？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在看路上會不會有。我要跟大家科普這個故事。以前這個夜市的舊址附近有一間很有名的中藥行，中醫師他本人呢外號就叫高賽。我太過分了吧！我當時朋友叫我高賽，我會生氣。所以呢，後來啊，大家就統稱這個夜市叫做高賽。怎麼可以叫人家高賽啊？他是高賽，上字幕給大家是這個高賽。久而久之呢，大家就會說啊，我们來高山雅七，高山雅七。所以這個夜市呢，就變成高山雅七。天哪！但它的正名呢，叫做金城夜市，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叫它金城夜市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剛剛看到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，我覺得我真的是對於辨識好不好吃的東西，我蠻有自信的。你剛剛竟然還小跑步我想說是有多急呀？他現在要去吃的呢，就是這個夜市非常有名的蚵仔煎。我真的沒有查過任何資料哦，但我來就是看他在那邊弄，然後還有很多人在排隊，我就知道這些應該厲害。你知道我逛夜市沒有什麼邏輯，就是排隊的我一定會吃，好不好？排隊的必吃。我們現在是大概6點鐘到這個夜市，人還沒有到非常多，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悠閒的逛夜市啊，我都非常推薦早一點來，大概5、6點就可以過來。但現在人又蠻多了。我們要來吃這一間叫鹿港蚵仔煎，看起來好好吃哦。因為它是酥的，我剛剛看我會喜歡吃蚵仔煎的原因是因為它是酥的。我不太喜歡吃蚵仔煎，但我很喜歡吃那種皮是比較酥的，所以我那時候一眼就看到。它很特別，我剛剛看到啊，它很誇張，它超厚，它是厚派的蚵仔煎，看起來加好吃，我的媽！等了好久，我們的蚵仔煎終於上桌了。後來呢，我發現因為他們家是厚的蚵仔煎，所以在煎的過程中可能要比其他的蚵仔煎再花多一點時間。而且他們家生意非常好，老闆娘也很可愛。剛跟我們講上面的醬是甜醬，所以你們就可以先蘸。真的，你有喝過米漿嗎？有啊，就是那種早餐店的米漿，我超討厭早餐店的米漿。但是它变成醬料之後，這個醬料的味道就是米漿的味道，但是它多了一個甜味。哦，是米漿耶！是真的，你們在永和豆漿喝的那種米漿，好有趣哦，甜度比較高。而且他們家的蚵仔煎啊，有點像麵糊，看起來你會發現它跟一般的蚵仔煎長得完全不一樣。它煎的部分啊，都很像麵粉皮這樣子，脆脆的，邊邊脆脆的。不得不說，好吃。就什麼調味？而且它有一點花生的感覺。有沒有吃到花生的味道？我覺得不是花生，它就是那個米漿的那個皮一模一樣。而且你刚剛已經挖到它的蚵仔了，他們家的蚵仔很肥，他們家蚵仔是這一種圓滾滾的蚵仔。我剛剛還點了一碗這個蚵仔湯，那蚵仔湯我本來覺得有點貴，因為小這一碗就是75塊。75塊。可是我撈出它的蚵仔之後，我立刻收回我的評價，我覺得可以，很好喝。因為它裡面還有放蛤蜊，它不是單純只有蚵仔，它裡面還放蛤蜊耶。你們看它裡面，它的蚵仔煎裡面。每一顆蚵仔都是不一嫩的，它這個皮真的，它這個皮太有趣了，不是我們一般吃到的蚵仔煎完全不一樣。而且它的那個蚵仔沒超車，非常新鮮又大顆，
可以。以夜市來講，我沒有期待會是這樣的水準。它上面這個醬啊，雖然是甜醬，可是不是那種導入溝的甜醬，完全不是，也不會讓你覺得甜膩，是很清爽的醬。我要來一點辣醬試試。他說這個辣醬會辣哦，叫你們慎重的沾。我跟你講，我要煮成一個那個漢堡包，我必須要直接夾起來，因為它的蚵仔是沒有辦法直接鑲嵌在裡面的，太肥了，整個肥嫩嫩的。你看這一口，哇哦，它的辣不是那種一進去就辣死你媽那種辣，不是，它反而是尾韻點綴回來的那種辣。可是我覺得它的辣度不是我想象中的，真的辣到要命。你有辣？不是，它的辣醬口味上面還是比较偏台中的甜辣醬，我觉得，很喜歡它的酥皮耶，它真的是吃起來邊邊啊都還會有那種焦脆的酥皮感，中間呢會有一種太白粉 QQ 的味道。那間真的是我意外嗎？我跟你講，我真的是火眼金睛，我一看就知道好吃了。應該說，我一看就知道符合我的口味，我開始知道我要吃什麼。鬼腦袋。外面脆，裡面 Q， 這間可以吃，蚵仔很新鮮，蚵仔湯可以點，蚵仔湯好喝，好吃。數一數二碳烤香雞排，終於拿到了。那個排一個 W 真的是太誇張了。如果你不要碳烤的，你單純只是要炸的香雞排的話，你可以走到最前面直接去點就好了，不用像我們這樣排一個 W 等那麼久，好不好？但是來這邊一定要吃碳烤的。你知道現在光為什麼變這樣子嗎？因為呢，整個夜市全部都是大水高壓，所以很多店家都已經把燈關掉了。我們非常克難，我們現在在一個很黑暗的環境用餐。他們家的碳烤香雞排一份是90塊，肉其實蠻厚的。它剛炸出來的時候，我有驚嘆到，因為它的每一塊香雞排都超級厚的，表面就是這樣。老闆的烤工真的是不錯，我覺得超維達的程度沒有在其他夜市吃的這麼誇張。他們的生產線很厲害。我有算過，他們在40秒到1分鐘可以生產1塊碳烤雞排。你有數過是不是？對，它可以賣出1塊。我覺得他們家的肉啊，是真的非常厚的。你們看這樣子的雞肉，表皮呢，因為它刷的醬是比較濕的，所以会吃起來比較稀。雞肉也蠻多汁的，甜度也不像我在其他夜市吃的這麼甜，算是蠻適中的，難怪會排隊。以雞排來說，算是蠻多汁的。好吃的，這間 OK 可以做。我的清蒸臭豆腐來了，這間呢叫做旺記清蒸臭豆腐。你只要 Google 這一個夜市，絕對會跑出來都頭一頭二的店家，數一數二，頭一頭二的店家。他們家呢就只有賣清蒸臭豆腐，你可以辣度可以挑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。你看後面就會直接說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。我們今天呢挑的是小辣，我剛剛有偷喝湯頭，我覺得小辣來說算是適中，有一點辣度的啦，有一點適中。它的臭豆腐，他們家生意超好。你知道夜市主食來說啊，他們大概是別人攤位的4到5倍，超多位置。這樣子一碗100塊，其實剛上桌的時候我是說，好像有點貴，因為我們剛剛吃蚵仔大概才80塊。不會啊，它的菜量蠻多的，它裡面這個放的是台式泡菜。可是我覺得，老實講，這一間我給一個中中的評價，因為它的豆腐我覺得沒有到很強，不是吸人毛孔的臭豆腐嗎？反而是它的上面那個台式泡菜還行。空襲，那就夠了。你看它的臭豆腐呢，吃起來是有臭的，可是它湯汁的味道啊沒有進到裡面去，所以你就會覺得少了一個鹹味，對不對？不對，它的臭豆腐本身是臭的，因為它生意太好了，所以它那個豆腐跟湯已經沒有 mix 在一起。裡面的料其實還蠻多的，像冬粉啊、蔬菜啊，還有丸子，全部都有，跟米血。以料來說是蠻豐足的。這一餐我大概可以知道，因為它的湯頭呢是少數這種清蒸臭豆腐裡面可以喝的，所以以味道來說，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來吃清蒸臭豆腐的話，他們家還是蠻推薦的。分工料確實還蠻實在，蠻豐富的。原來來夜市還是要吃菱角酥，大老遠開半個小時過來，來彰化吃菱角酥錯了嗎？你要吃芋頭餅嗎？好啊，就一個菱角酥，一個芋頭餅。他們把我最喜歡的2個東西全部 mix 在一起，怎麼可以不買？拜託，一定要買給我吃好嗎？付錢。菱角酥，大老遠跑來這邊吃菱角酥，而且看起來有點油。來每個夜市，我只要看到菱角酥，我就忍不住買，這就是豐原人的特色嘛。我要吃看跟我們豐原廟東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啊？剛剛拿到這一份，我有問老闆，一份是幾顆？10顆60塊，比廟東貴1塊。沒有。
1顆貴1塊。它比眼睛妙都好吃哎，不然我真的會生氣耶。看看，有鏡頭看看。哎呦，菱角本人。妙東比較好吃。好，謝謝。不是不好吃，而是說他們家的面粉比較散，它不像我們在妙東吃的，妙東吃的比較像个狗的外皮，裹得比較結實，比較甜香。那他們家的是一咬下去會鬆鬆的，對，會散開，那個面粉會散開，然後裡面的菱角呢也比較不扎實。但是我不得不說，妙東的菱角酥算是菱角酥界的超級高標。這間呢，港仔菱角酥算是，如果你想要在夜市吃到菱角酥的話，可以吃。但是還是妙東的好吃，還是妙東的好吃。但是他們家還有賣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，就是芋頭餅。菱角酥加芋頭餅，這家我真的走不掉了。剛剛咬下去啊，它的麵粉其實跟菱角酥的麵粉是一樣的，是比較偏啊，我知道怎麼形容了，它比較偏蜂巢。你們自己看，薄，剛才像蜂巢一樣脆。他們家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放冷了之後啊，會比較偏油。Oh my god！ 因為它是沒有濾油的。所以如果你們是要帶回去吃，我就不建議買，可能會比較偏油一點。但如果你是在夜市要直接吃的話，他們的是可以吃的。謝謝，好吧。好，我們跟他說謝謝。還是妙東好吃哦。我要吃地瓜球，但是怎麼每一家店都要排這樣才到你？我只是想要吃個地瓜球而已，就要這樣子。這是唯一一家排隊的地瓜球，唯一一間對不對？因為大家都說他們家的地瓜球啊，吃下去是濃濃的地瓜味。我要先來看看到底跟其他家的地瓜球有什麼不一樣。我剛剛買完地瓜球了，剛買的過程中啊，有一個大哥走過去的時候就直接說：“地瓜球這架槓。”這間叫祥旺地瓜球。好像有時尚玩家拍過，對，它旁邊還有什麼愛玩客時尚玩家，好像是這邊一定要吃的地瓜球。而且它大份的50塊還蠻多的。一整份啊，它吃起來它不是脆殼的呢。你知道當老闆在壓的時候啊，我覺得整台貨車都在動，它非常用力，整台貨車動一下這樣。他們家是比較偏殼感的。它不是內裡 QQ， 所以是脆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它反正外邊，可是它又不是說我吃過最脆的，是哦。它裡面的內心沒有什麼太多 QQ 的地方。如果你不是愛咀嚼派的，你會喜歡他們家的地瓜球。如果你像我喜歡中間再吃一點點 QQ 的口感，你就會覺得他們家少了一點滋味。我可以感受到網友講的一件事，他們家的地瓜味的確蠻濃。你是地瓜博士是不是？反正逛夜市就是一定要吃一包地瓜球啊。好的，地瓜博士，50塊可以買很大份。剛剛看到雞爪，就自己默默的飄過來了。這是台中黃金屋鳳爪滷味，好多人。這個直接拿一盒啊？那個可以直接拿一盒。這樣一盒多少啊？50塊。哦。除了雞爪之外，他們好像還有賣一些滷味類的東西。然後中支的，因為它有分大支、中支的。中支的感覺比較多汁。請問一下，有人逛夜市在啃雞爪的嗎？我已經在無數的夜市啃過無數的雞爪。它生意真的很好哎，而且他們家除了雞爪之外，蠻多滷味都很多人加一大包。不錯吃，真的哦。意外的不錯吃。他們家的滷味啊，看起來都油油亮亮的，滷色都非常的漂亮。燈打下去之後，看起來的齁甲寬，就是滷完之後有稍微變得比較涼滷味的那種感覺，但是它的皮很 Q， 皮很 Q，極 Q， 滷汁的味道是屬於鹹的。比較沒有那麼甜，是鹹的。因為許先生不喜歡太甜的滷味，他覺得鹹的滷味吃起來會膩，鹹的比較合他的味道。那我們就繼續逛夜市吃雞爪。這個夜市真的好大，吃都吃不完，攤位數好多。目前每一家基本上都是重複性不高。來，走到了玩具區了。這一區呢，就是小朋友開始 play 的地方嘍。阿凡什麼時候可以來做這個啊？我大概還要再3年吧。好像小朋友後面可以做一個大人呢，這個時候。對啊。說實在的，這個夜市真的是多到你一次來根本就吃不完，完全不可能。怎麼辦？這邊又有一間雞腳控，怎麼辦？又有一間雞腳控。我是雞腳博士，怎麼辦？我雞腳博士已經面臨到選擇障礙。真的是。我雞腳控。Oh my god！ 走不出來哎，彰化真是雞爪的大本營哎，所有雞都逃不出這個城市。而且他們也是諧音梗的大本營，你知道嗎？等一下，軟骨功。然後這邊有一間是林北，我要笑死了，什麼意思？現在是怎樣？
諧音梗的天下是不是？台灣啦，台灣人最愛諧音梗。今天排隊的人也太多了吧？感覺要排很久。哎呀，感覺要排很久哎，不然等下人比較少，我們再來辦。這人排隊的人也太多了吧？有吃過的朋友跟我們講一下，因為我說不定不會排太久了，他要排太久。想要來吃蔥油餅，這間松林啊，也是這邊非常有名的店，但是又要排隊了。有沒有這裡不用排隊的店？我就問，沒有，我都故意挑排隊的才來，不排隊的我可是不吃哦。真的不能這樣哎！我這裡每一家店呢，他們都有自己的暗道，就是排隊的路線啊，都會這樣子延伸過來，很好笑哎。請你把我的西瓜汁給我，謝謝。啊，我們剛剛買了一杯西瓜牛奶，你不是買西瓜牛奶嗎？嗯，對，西瓜牛奶。他這間呢，西瓜汁都是打在桌面上，許先生就點了一個西瓜牛奶，逼他一定要現場打。冰塊很多，爽。哎，西瓜很稀，爽。很普，很普，是不是？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用55塊買到一杯西瓜汁，它不是西瓜牛奶，它沒有牛奶味。松林蔥油餅。這一間蔥油餅呢，它也沒有什麼調味，它不像我們之前吃的丹丹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連鎖的，調味還不多。不是，其他的會有什麼不能口味啊？對，它不能有口味的選擇。或者說它調味很重其實它本身味道很重，因為它的那個醬汁啊，我剛看到在抹的時候，它是比較液態一點點的，然後它的辣醬很辣。很辣嗎？很辣，你試試看看。剛剛老闆娘說要辣嗎？我說小辣。我看它那個感覺沒辦法什麼小辣不辣，就是抹上去而已。對，涂多不多。那懂，辣对不对？懂。哇，你这個小混蛋，你先喝一下西瓜汁。它的辣真的很辣，它的辣是屬於生辣椒的那種辣。對啊，它很辣。旁邊抹的，你如果沒有點辣，老闆娘會先抹一層甜甜的醬。他們家的蔥油餅啊，不是酥脆派的，反而是那種很有嚼勁的咀嚼派，而且厚度沒有很厚，它非常的薄，又薄又不是酥的，然後是那種咀嚼感。需要多咬2下，但看起來蔥沒很多。說真的，這個派系會有人喜歡，但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連鎖的那幾家丹丹啊或者什麼，因為那一種你可以調2種口味，什麼胡椒起司啊，或者是海苔各種口味，它就是比較傳統的。這一家是比較偏傳統派的蔥油餅，它看起來比較濕一點的，然後我看它的醬料也確實調的比較淡，然後比較濕，然後辣椒很辣。對。喜歡吃辣的人，你一定要來試試看他們家，很夠味，超帶勁。我現在嘴巴邊緣都是辣的。要不要喝個西瓜汁？哦，要。它是西瓜牛奶，我再次強調。但是他給我西瓜汁，我花了55塊，他給我西瓜汁。它在松林蔥油餅的正對面，好嗎？快。蘇記燉湯。這間生意超好，大熱天的大那個燉湯什麼意思？你很誇張哎，你自己已經跑進來了，什麼意思？內用自己找位置，有桌號的才是。哪裡才是要有桌號啊？橘色的啊，他們都是橘色的影子。Yes。你看滿滿都是人，這要怎麼找啊？等一下，要等。它上面招牌竟然寫米糕不單點，沒錯。你至少要點一個湯才能點米糕。我在想要喝十全排骨還是剝皮辣椒汁？我想點一個米糕，會不會太過分？可以啊，因為它只要有寫那個不能單點的，我就很想試試看到底是多厲害不能單點。不可能到現在我們還點一個米糕跟一個燉湯吧？米糕是你點的哦。我真的看到那不能單點這個，我就忍不住一定要點下去。這間呢是這邊的人氣店，叫蘇記雞湯燉中，那個字應該念中，燉中。你知道現在它這裡全部都是客人，我們剛才等了一下才有位置。這間很誇張哎，它的湯呢種類非常的多，全部基本上都是雞湯，什麼剝皮辣椒雞湯啊，然後人參雞呀、香菇雞呀、麻油雞呀。冬天聽說生意超好。而且今天天氣還不錯，涼涼的。對，今天天氣涼涼的，所以導致呢客滿，全部都客滿。而且我剛剛看到啊，每一桌啊，通常來夜市人家是不是都叫一鍋，然後直接叫一個米糕，大家分着一起吃？但這裡不是，這裡是一個人的套餐就是這樣，每個人都給我點這樣一整份。我想說，這現在是怎樣？現在是在吃晚餐是不是？我們今天點的是剝皮辣椒雞湯。我身為一個煲湯之鬼，到哪裡都要喝湯的男人，我必須給予這個湯蠻高的評價。它的湯看起來就很厲害，你知道你剛剛撈那個湯的時候啊，它不是像我們之前去某一些夜市就是高湯而已，它不是，它是感覺雞全部都燉出來那個精華在裡面的。它像裡面是放一整隻雞腿在裡面，但它這個雞肉呢非常好入口，
但是不柴。我要說一件事，通常我們來喝這種雞湯啊，這個碗通常都會小一點点。另外，它的雞腿可能都是小雞腿，但他們家的是手槍雞腿，一整隻的那一種。這一碗150而已。我說實在的，我覺得以它的料來說不算貴，不算特別貴。還行还行，還不錯。米糕朋友呢，他已經沒有辦法割舍這個湯了。米糕我是覺得中中，它算是有一點搭餐的那種感覺，就因為你喝這個不會飽，那你可能想要填飽肚子的話，這樣一煮下來就不錯。它比較形狀比較像檔阿比哥，它像檔阿比哥，但它不是檔阿比哥，它是鴨肉，它裡面這個是八嘎鴨肉啊，鴨香米糕。對，它這個是鴨肉，但是有可能是因為我不喜歡鴨子甜辣醬。知道了，它是東泉辣椒醬，對不对？如果不淋甜辣醬的話，我可能会更喜歡一點。我剛剛叫你淋超多哎，就是你，好想喝湯哦，想喝哦，哎對哦，我想喝，去買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再煎一點，你再煎一點，好啊，幫我撻伐它，拜託大家，片絲給它剪進去，這個嘴臉，這個嘴臉。我剛剛偷喝了一口，他們家的不是只有剝皮辣椒哎，怎樣？你去拿筷子，我不能喝。他們家的湯頭啊是有中藥香氣的，不是只有單純剝皮辣椒罐，不是哦，枸杞呀跟一些中藥材的香味，所以你吃起來不會覺得。就是剝皮辣椒罐頭打開倒下去那種，它沒有哎，它很有味道哎。雞腿肉很嫩，不會柴。這間不錯哎。米糕的話啊，的確是搭餐用的，它沒有到特別，可是我覺得吃起來米粒也是 Q 的，算好吃啊，算好吃。賣你一個飽足感。可以搭着吃，我覺得蠻幸福的。我可以再多吃一塊雞肉嗎？可以啦。夜市的後端啊，有一個大型的氣墊床，小朋友玩瘋哎，真的是。你現在在這邊冷靜的意思是說，以後要帶小朋友來玩嗎？感到雀躍啊，是吧？這邊每個人100塊入場費，不限時，所以如果你們要帶小朋友來玩，價格就在這邊嘍。我覺得這些小朋友應該會在裡面交到一輩子的朋友吧？是嗎？他們就是感覺每周約好在這裡，相似的那種感覺，裡面站成一環。以上是我們今天京城夜市1日之旅啦。這個夜市真的很大，逛到我剛剛腳抽筋哎，怎麼回事？超智障！它裡面的攤位數啊，真的非常的多，而且它賣的東西五花八門，主食類超級有夠無敵多的。我們今天呢，狠吃了9家，我真的只恨自己胃不夠大。我剛本來出來想要再買一個那個傻環妹，但我阻止他，因為他還有雞爪要回去啃，好不好？沒錯。如果你們來彰化想要找一個夜市逛的話，京城夜市絕對是首選，不錯，掛保證的。好，大家可以來逛一下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这裡哦。如果想要看我們去逛哪一個夜市，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尷尬，抽筋仔，智障。我腳還在痛啦。拜拜。